今天我跑了16个小时，才赚了320块，这点钱和我妈的医药费相比，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喂，张医生，是我。陈东，你母亲的情况很不乐观，癌细胞扩散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讨论过了，目前唯一的方案是立刻进行超粒子靶向介入治疗，并且需要使用进口的特效药。医生，请问需要多少钱？手术和药物费用加起来至少需要100万，这是保守估计，而且必须在3天内准备好，否则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100万？3天？我去哪里弄100万？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妈妈？不，绝不！买彩票、抢银行，还是嫁入豪门？哼，真可笑。你缺钱吗？你渴望改变命运吗？你愿意用生命去赌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吗？恶魔游戏现已开启报名，12道关卡，12次生与死的考验，成功者将获得1亿现金奖励，失败者将会献出你的生命。用命换钱的游戏，1亿！如果我拿到这1亿奖金，妈妈就有救了。为了妈妈，我别无选择。哼。陈东先生，您的报名已受理，明日上午9点整，请准时到达东海岸3号栈桥，届时将有专人接引，记住，于时不候。竟然有这么多人！这位老板，我看你印堂发亮，天庭饱满，此行必有大收获呀！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东，你们也是为奖金来的吗？张笑笑，我是算命的，你们叫我大师就行。我叫美娜，是个模特。黑狼，嘿，大家能来到这儿的，不都是为了最后的奖金吗？这下可有得竞争了。那之后，大家就没有了深入交流的打算，直到轮船到岸。所有人不许动！现在我们会为你们戴上眼罩和隔音耳塞，任何反抗或试图窥探的人将被当场击毙。欢迎各位来到恶魔游戏的游戏现场，你们的勇气值得嘉奖。希望在接下来的游戏中，你们能有同样令人惊喜的表现。当然，你们的随身物品我们不会收，不过不一定会有用就是了。手机没信号了。我不想玩了，我想回家，我后悔了，求求你放我回家吧，我错了。哦，你说什么？风太大，我没有听清楚，能否将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我说我不想参加了，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干，求求您大发慈悲，放我回家吧，我给您磕头了。没问题，我保证你的愿望将被实现。谢谢您，谢谢您。杀人证！不是了，真的杀人了，这不是开玩笑，直接被分解成粒子，好霸道的武器！报名参加这个游戏的人，从踏上这里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还有谁想回家？我今天心情不错，一定会满足你们回家的小小愿望。很好，看来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宣布，第1关游戏正式开始。游戏规则很简单，在30分钟内活着通过这条生死回廊，抵达对面的终点门，即为通关。为了帮助你们顺利通关，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走得越慢越安全？不一定，也可能是个心理陷阱，也许就是让我们犹豫，浪费时间，最后全部超时被抹杀。神秘人的提示不可能是无的放矢。欲速则不达，速度。问题的关键真的在速度上吗？
切，一群胆小鬼，不就是个破走廊吗？我可是极限闯关综艺的常驻嘉宾，这种小场面见得多了。什么欲速则不达，都是吓唬人的鬼话。闯关真正的核心就是速度，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们看我怎么在30秒之内拿下首通。好快的速度！哎呀！死了！他竟然死了！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快说！你们看他倒地的姿态，还有刚才身上冒出的电弧，他是触电而死。触电？对，真的很像被电死的样子。这条生死回廊的金属地面整体都充满了电流，我们只要双脚正常站立或行走在上面，就会形成跨步电压。当人的两脚分立于有电位差的地面上时，电流会从电位较高处通过人体流向电位较低处。刚才那个人，他为了追求最快的速度，双脚跨开的步子比较大，这极大地增加了他两脚之间的电位差，导致瞬间有致命的强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所以他才会当场触电身亡。欲速则不达，原来是这个意思。追求速度，步子就会迈大，电压差就会增大，死的就越快。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既然整个地面都带电，我们又该怎么过去呢？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为了避免形成致命的跨步电压，我们必须尽可能减小两脚之间的电位差。方法有2个，要么双脚并拢，用小碎步一点点挪过去，要么更保险的，只用一只脚接触地面。一只脚？对，一只脚跳着过去，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电流形成回路流经人体，这样我们就能安全到达终点。这就是神秘人说的“欲速则不达”的真正含义。哼，小子，说的头头是道，有个屁用！既然你说单脚跳着能过去，那你为什么不第一个给我们示范一下？我看你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想让我们这些老实人给你当炮灰，去前面探路吧。就是啊，动动嘴皮子谁不会？万一你分析错了呢？我们跳出去被电死了，谁的命不是命啊？有本事你自己先跳一个给我们看看。对，你先跳，别想拿我们当垫脚石。对，你先来。人心真的比电流更可怕。大家生死关头，不想着如何寻找生路，却只会内讧和猜忌，真是可悲。我相信你。现在我就按照他说的示范一遍给你们看，都把眼睛睁大了。成功通关，我到终点了，你们也快点过来吧，时间不多了。哎呀，真能过呀！早知道我第一个跳了。快快快，别挡路！老婆，别碰他，你会被电死的。大家千万不要去搀扶倒下的人，那是在害人害己，一定要稳住，保持自己的节奏。滚开，死胖子，别挡我的道！
你干什么？你怎么能推人？哼，这是生死游戏，挡我者死，你有意见？这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在之后的游戏里一定要小心他。第一关生死回廊游戏结束，用时28分30秒，通关人数96人，恭喜你！恭喜你们，96位幸存者，你们的智力超出了我的预期。现在，欢迎来到第2关游戏——深海葬礼。哈哈哈。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这里将会被水完全注满。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被淹死之前找到并打开唯一的出口，成功打开出口即为通关。哈哈哈！照例给你们一个提示：谜题的答案就蕴藏在谜题之中。哈哈。我在哪儿？快点出口！这里到处都是墙，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Oh my god！ 要不是被那帮追债的逼得没办法，我才不来参加这个鬼游戏呢！我可不想被淹死啊！我是为了给我弟弟赚大学学费才来的。谜题的答案蕴藏在谜题之中。这次的谜题是水和密室，难道答案就在水和密室里？怎么回事？地震了！这里不会要塌了吧？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大家快看，这个石柱的侧面有好多圆形的按钮，这些按钮好像是可以按下去的。我明白了，出口肯定和这石柱有关。这石柱就是谜题，这些按钮就是答案。只要我们按下正确的按钮，出口就会打开。哦，对，大师说的有道理，不愧是算命的，这都能算出来。说的确实有点道理。那哪个才是正确的按钮？真正的通关钥匙真的就藏在这些按钮中吗？那谜题的答案蕴藏在谜题之中，又该怎么解释？大家还是小心为妙，这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大师，你快说呀！大师，让本大师来算一算，生门究竟在何方？有了，根据我的乾坤八卦定位法，生门按钮就是这个。哎呦喂，什么狗屁大师，连自己的死活都算不出来，我看就是个江湖骗子，死得好。哈哈，温馨提示：玩家一旦按下错误的按钮，就会被毒箭直接抹杀。你们的时间还剩下15分钟，好好珍惜吧。糟糕，时间仅剩下一半了，可是我还没有想出破解之法。冷静，越是关键的时候，越是要冷静。100多个按钮，总有一个是对的。我不信我运气这么差。大家不要再乱按了，这样只会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行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全都会被淹死的。水淹死，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我们的想法都错了，真正的通关按钮根本就不在石柱的侧面，那些全都是骗人的陷阱。不在石柱上，
那在哪里？你们还记得神秘人的提示吗？谜题的答案就蕴藏在谜题之中。这一关的谜题是什么？是不断上涨的，即将淹死我们的水。所以通关的关键就藏在这些水里。你这人说话怎么神神叨叨的？水就是水，还能藏着什么密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再浪费大家时间了。你们看那里那个玻璃容器，我一直在想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我懂了，这个容器就是我们的锁，而水就是我们的钥匙。你们看容器的顶部，那里有很多细小的小孔，我们用我们身边的水将这个玻璃容器灌满。灌满水，然后呢？水灌满后，容器里面那个黑色的金属球就会因为浮力而上浮。你们再看，在容器的最顶端有一个凹槽，当黑色小球上浮到顶端，嵌入那个凹槽时，真正的通关机关才会被触发。答案蕴藏在谜题之中，意思就是让我们用水这个谜题本身去解开容器这个锁。我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横竖都是4，我就信你一次。没错，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希望老天爷保佑。有效果了，小球真的在上升。这样太慢了，水位上升太快，我们快没时间了。是啊，必须想想办法，能不能加快速度？做动作快点，否则我们大家一起死！大家加快速度，把你们的外衣脱下来，浸满水，然后用力拧，这样效率更高。我们通关了，活下来了，我们终于活下来了。第2关深海葬礼，通关人数91人，恭喜你们，离1亿奖金又近了一步。欢迎来到第3关，游戏百里挑一。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打开你们脚下这100个方格盖板中唯一一个正确的盖板，从下方的通道离开即为通关。哼！但请注意，若打开了错误的方格盖板，将会受到恶魔的惩罚。最后给你们一个提示：本关的终点与前2关的终点是一样的。我一直在看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这些鸽子没准有陷阱，这里太安静了，不对劲儿。听见了？100个盖板，只有1个是正确的，这概率也太低了吧？这要怎么找吗？而且打开错误的盖板还会受到恶魔的惩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提示说终点和前2关一样，前2关的终点不就是通关吗？这算什么提示？难道是让我们随便选一个听天由命？我等不了了，时间不多了，我来试一试。我就不信我运气这么背。那别冲动！好多毒蛇，救命！大家不要慌，我已经知道哪个方格盖板是正确的了。你怎么知道？提示说终点和前2关一样，前2关我们都是从终点进入下一关，所以这一关的入口就是上一关的出口，就是这里。我的判断肯定没错，你们看好。难道真的被他猜对了？
死了，他死了！我的天，这比毒蛇还恐怖！哎呀妈，太吓人了！这游戏根本不给人活路啊！这就说明他的推论是错的。根据神秘人的提示，本关的终点与前2关的终点是一样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终点。大家冷静。提示说，本关的终点与前2关的终点是一样的。前2关的终点都是门，也许正确的盖板下面画着一扇门，或者盖板的形状像一扇门。放屁！这100个盖板长得一模一样，哪有什么区别？我看这提示就是个幌子，根本屁用没有。阿强，我好怕，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别怕，有我呢，就算是死，我也要让你活下去。小丽，我爱你。如果我选对了，我们就能一起活下去；如果我选错了，你就忘了我吧。不，阿强。我爱你，可惜这辈子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相遇。我先走一步了。张娟，我来看你了。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快说啊，别卖关子了。那个人的提示，本关的终点与前2关的终点是一样的。这句话我们都理解错了。他的意思不是指终点的形态，而是指距离。距离？是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第3关的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和前2关的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是完全一样的。这跟我们找哪个盖板有关系吗？大家看，我们第1关生死回廊是一条直线通道，通关后我们是不是走过一个拐角，来到了第2关水牢石室？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直角拐角。然后我们从第2关通关后又走过一个通道，来到了现在的第3关方格地狱。你们仔细回想一下，那个通道是不是一个斜向45度的通道？没错，我记得那个通道大概是45度角。这就对了。第1关的路线是直角边 A， 第2关到第3关的路线是直角边 B， 而且这2段路的长度是相等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第3关就是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C。 就算是等腰直角三角形，那又怎样？我们还是不知道哪个盖板是正确的。那个人提示说，3关的终点距离是一样的，前2关的终点都是在各自通道的末端，也就是直线距离等于通道长度。那么第3关的终点就是在这条斜边上的某一个点，而这个点到起点的直线距离等于前2关的通道长度。根据勾股定理，在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中，直角边的长度等于斜边长度乘以根号1/2，也就是大约 0.7071。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找到这条斜边总长度的 0.7071 的位置对应的方格盖板，就是正确的方格盖板。你的推论听起来天衣无缝，可是我们没有尺子，这个房间又这么大，怎么才能精确地测量出斜边总长度的 0.7071 的位置呢？是啊，我们又没有尺子，该怎么测量？这个时候你脱衣服干什么？想秀肌肉啊？你们马上就知道了。我要用这根毛线做一把尺子。现在这根毛线的长度就等于这个走廊所有盖板的总长度。我现在将手里的毛线连续对折7次，2的7次方等于128，也就是说，我把这条线精确地分成了128个等长的线段， 0.7071乘以128等于 90.5088。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在这128个折痕上分别做好记号，然后将毛线在地上拉直，从入口的起点处开始测量。只要找到第 90.5 段，也就是第90个记号和第91个记号正中间的位置，那里对应的方格盖板就是我们通关的出口。听上去好复杂呀，反正我是听不懂。这关有这么难过吗？我的天，用毛线做尺子，再用对折来精确分割，兄弟，你真是个天才！哎呦，这位小哥哥，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呀？太厉害了，
我爱死你了。87、88、89、90，就是他了。陈东，这次真的没问题吗？相信我，这一定是正确的答案。成功了，我们通关了！陈东，你太厉害了！恭喜你们破解了谜题，第3关百里挑一，通关人数85人，祝你们下一关好运。欢迎来到第4关生死选择。游戏规则：你们将连续面对10个选择路口，要在3分钟内选择出每个路口正确的通道，最终走出迷宫即为通关。超时未做出选择或选择错误，玩家都将被直接淘汰。为了帮助你们通关，我照例给你们一个提示：888，祝你们好运。什么意思？10个路口，提示是888，这3个数字跟左右2条路有什么关系？888，难道是让我们拜拜拜？我头都大了。888会不会是某种谐音？比如发发发跟发财有关？难道正确的通道里有钱？不可能，这个游戏就是要我们的命，怎么可能送钱？我看这提示就是故意误导我们的。10个选择路口，提示是888，这3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逻辑关联。888不是一个随机的数字，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去！反正等下去也是死，我就赌一把，我选择右边的通道。是左边，正确通道是左边，大家快走！第一次是左边，这次总该是右边了吧？左右，轮着来嘛！我就信你一次，要是错了，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怎么会？我知道了，大家发现没有？这通道前2次都是左边，说明正确的选择就是一直走左边。我去！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规律？完全没有头绪。888这个提示又是什么意思？怎么办啊？这次到底是谁去世啊？我不想死。一群废物！再这么等下去，时间到了，我们都得死。就你了，去，走进右边的通道，快点！不，我不去，我不想死，求求你！哼，我告诉你，去不去可由不得你，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黑狼，你想干什么？有本事你自己去！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东西？你这是在杀人！你这个杀人犯，放开他！放开他！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小妞。怎么，你有意见？黑狼，你敢不敢和我单挑？谁输了，谁就自己走进右边的通道，敢吗？哈哈哈哈！跟我单挑？臭婆娘，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行，我今天就送你去西天。小心！好快的身手，他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这么轻松地制服一个持刀的壮汉？难道他刚才一直在隐藏实力？
我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不如我们抓阄吧，抓到谁谁就去试，这样最公平。大家是死是活，全看天意。行，就这么办吧，我们听天由命。哎呦，真是造孽啊！我这可是高奢级的限量版吸油面纸，今天就拿来当生死签了。好了，规矩很简单，谁抓到带黑点的，谁就去探路，大家都没意见吧？既然没人反对，那就当你们是默认了。吓死了，没有黑点，我也是白纸，谢谢你。左右左888，左是1，右是0，1101。陈东，你发什么呆呀？快点抓啊！时间要来不及了。磨蹭什么？就等你了，是不是不敢抓？等一下，我们不用抓阄了，我知道这关怎么过了。陈东，你想到了什么？我想通神秘人给的提示888是什么意思了。你们想想，我们前面4关正确的选择顺序是什么？左右左。你到底想说什么？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你再不说，我们都得死在这儿。你们知道计算机里面的二进制吗？二进制就是那个只有0和1的计数系统，这跟我们过关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如果我们把左边通道定义为1，右边通道定义为0，那么我们前4关的正确选择左右左转换成代码就是1101。现在我们再来看提示888，这根本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字符串。如果我们将10进制的888转换成2进制，结果就是1101、111000，正好是10位数，正好对应我们10个关卡。真的耶！你们看，它的前4位1101与我们前面通道的正确顺序左右左完全吻合。没错，是真的。10进制888转换成2进制，真的是1101、110000。天啊，我怎么就没想到？根据这个规律，第5个数字是1，所以下一个正确的门就是1所代表的左边通道。第6位是1，走左边。第7位还是1，继续走左边。第8位是0，走右边。第9位是0，还是右边。最后一位是0，走右边。陈东，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心中的神。小哥哥，你太牛了，我要免费给你做1辈子头发。这个男人似乎总能在最绝望的时候创造出奇迹。第4关生死选择通关人数78人，恭喜你们！现在欢迎来到第5关遗失的画卷。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在房间内找到所有的拼图碎片，并将它们在中央的拼图框内完成拼接，即为通关。请注意，房间里充满了机关，若不小心触发了机关，你们将会被直接淘汰。最后补充一句，这关的提示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大家分头行动，仔细搜索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找到所有的拼图碎片，然后拿到这个拼图框这里来。我找到了一块拼图，在这里，这里也有一块。这里有机关，大家小心！他死了，太恐怖了！床底有机关，别乱动！危险！女儿，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爸爸爱你。爸爸这已经是虐嘎游戏了，要是能够通关，一定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剩下的交给我吧，你们不要再乱碰这里的任何东西。
我们几乎把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都找遍了，为什么还是缺少3块拼图？是不是遗漏了什么关键的地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踏破铁鞋无觅处，指的是我们现在这样费尽心力的寻找，得来全不费功夫。难道是说剩下的拼图其实就在一个我们根本想不到但又非常明显的地方？会不会藏在墙里面？我们要不要把墙砸开看看？别傻了，你忘了刚才那个推书柜的怎么无的了？这房间里到处都是机关，乱来就是送。得来全不费功夫，最不需要费功夫寻找的地方是哪里？等等，如果说我们苦苦寻找的拼图根本就不在房间里，而是一开始就在这个拼图框里呢？这是什么？好像是一块磁铁，这能有什么用？赶紧扔了吧！不，这应该就是打开谜题的钥匙。太快了！什么？我懂了，这个拼图框内部有机关，我们用磁铁在外面移动，当磁铁靠近内部的某个开关时，就会把里面的小铁块吸起来，解开卡榫，然后被压缩的弹簧失去约束，弹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就把藏在暗格里的拼图弹了出来。真是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兄弟，你太牛了！怎么会这样？应该还有一块拼图才对啊！难道是我疏忽了什么？怎么回事？最后一块拼图呢？不会没有吧？时间要到了。陈东，时间不多了，你想到最后一块拼图在哪了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已经找到了2块，说明我的思路是对的。但为什么找不到第3块呢？奇怪了。这几块拼图的触感似乎比旁边的拼图要高出那么一点点，难道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大小，还比别的拼图要厚一点？这些拼图好像比旁边的拼图更厚啊！陈东，你在说什么？我找到了。我找到最后一块拼图了。你找到最后一块拼图了？它在哪儿？我的天，这拼图还有夹层的，这谁能想到？这就是神秘人的提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真正含义。我们以为要找的是一块拼图，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努力的去寻找它，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最后一块拼图早就正大光明的摆在我们面前了。是，你怎么会想到拼图是分层的呢？这也太异想天开了。因为那4块拼图的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长方形，而且比周围的拼图厚，这不符合一幅完整画作的正常逻辑。这种不协调，就是设计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破绽。欢迎来到第6关绝望密室。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打开这间密室，即为通关。30分钟后，密室将启动自毁程序，所有未离开的玩家都将被淘汰。这关我给你们的提示是：严肃。搞什么啊？这里连个门都没有，我们怎么出去？难道让我们穿墙吗？啊，我感觉我要得幽闭恐惧症了。这里好压抑啊！提示是严丝合缝，是不是说墙壁上有隐藏的按钮？这按钮和墙壁严丝合缝，只要我们按下按钮，门就开了。
得了吧，我看这提示的意思是门被隐藏起来了，我们要仔细找，说不定哪块石板就是门。他们说的都不对，这严丝合缝究竟是什么意思？彻底出不去了，我们都要困在这里了。大叔，你冷静点，你这样会触发机关的。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我错了，我老婆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儿子还那么小，他们不能没有我呀！我不想死在这里，求求你了，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放过我吧！既然你们来到了这里，就只有2条路可以选，要么走到终点，通过全部12道关卡，赢得1亿现金，要么就是死路一条，明白了吗？友情提醒一下，你们剩下的时间只有8分钟了。大叔撞在墙上的时候，我好像隐约感觉到了，整个房间都轻微的晃动了一下。他干嘛呢？学那个大叔发疯了。嘘，大家保持安静，不要打扰陈东思考。我知道这关要怎么过。你知道怎么打开这个密室了？没错，神秘人的提示是严丝合缝。你们想想，在建筑学上，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做到严丝合缝？严丝合缝不就是水泥砌墙吗？还能有啥？刚才那个大叔撞在墙上的时候，我发现整个房间都晃动了一下，这说明这个房间的结构不是刚性结构的钢筋混凝土房子。不是钢筋混凝土，那是什么房子？难不成是木头做的吗？我推测，这是一个完全使用古代的榫卯结构制作而成的房子。榫卯结构？我怎么从来没听过？符合严丝合缝的结构，除了榫卯，我想不到别的可能。你们看，榫卯结构就像这个纸盒一样，它不需要一根钉子，也不需要一点胶水，只是依靠构件之间的凹凸咬合来连接整个结构。凸出来的部分叫做榫或者榫头，凹进去的部分叫做卯或者卯眼。一凸一凹，一阴一阳，互相嵌套，就能紧密的嵌合在一起，做到真正的天衣无缝。这就完美的对应了神秘人所说的严丝合缝。你说的挺有道理，可是严丝合缝为什么不能是现代工业里的瓶盖螺纹结构呢？那种结构密封性不是更好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你看，这个房间是四四方方的，而螺纹结构通常应用于圆柱形的物体上，才能发挥最大的咬合力。对于一个方形的密室来说，榫卯结构才是最合理、最稳固的建造方式。可是，就算我们知道了这是榫卯结构，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拆除它呢？时间可不多了。是啊，知道了原理，找不到方法，还是死路一条。我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些老木匠制作榫卯家具的视频，对它的拆解方式有一些了解。要拆除一个复杂的榫卯结构，绝不能用蛮力，必须找到它的钥匙。钥匙？是什么钥匙？这个钥匙就是隐藏在墙体里的主榫头，把它先敲掉或者推出去，整个结构就会变得松散。接着我们就可以一个个的拆除其他的连接件了。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关键的榫头呢？这个没有捷径，只能一个个试了。但我推测，作为核心结构，它最有可能被设置在墙体的中心或者梁柱连接的核心点位置上。大家分头行动，用脚去用力踢墙壁的中线或角落位置，感受一下哪里可以移动。在这里，我感觉到墙壁松动了，而且声音也不太一样。
谢谢。快，没时间了，大伙一起推墙！第6关绝望密室，通关人数58人，欢迎来到第7关真理之门。游戏规则：在你们身边有东南西北4扇门，只有代表北方的真理之门是正确的出口。你们要在30分钟内选择正确的北门走出去，即为通关。若选择错误的门，或在书房内触碰到陷阱，都将被淘汰。最后，我给你们的提示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啊，连个太阳都看不到。提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找个锤子把墙砸开吗？陈栋，别愣着了，快告诉我们哪个门是北门啊！时间不多了。我也不知道哪个门是北门，我现在也没有任何头绪。陈东，别演了。怎么了？你别再给我装了，你骗得了这些蠢货，可骗不了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从第1关开始就在仔细的观察你，陈东，你骗人的把戏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人谁啊？怎么说话神神叨叨的，根本听不懂啊！他要干嘛？不会是想跟陈东抢功劳吧？你每一次都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用一种匪夷所思但又逻辑严密的方法，找到正确的通关方式。跨步电压、几何测距、2进制密码、寻找拼图、榫卯结构，大家不觉得这也太巧合了吗？是啊，这也太巧了。其实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通过这所有的12道关卡，对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提前知道所有关卡的答案？狡辩是没有用的，因为只有一个解释能说通这一切。那就是你和那个戴面具的神秘人是一伙的，你们一起设计了这个变态的闯关游戏，然后再把这个人陈东，把他包装成救世主，把我们当成猴子一样耍，看着我们在生死边缘挣扎，就是为了满足你们病态的取乐心理。我说的没错吧，演员先生？你简直是无理取闹！我根本不认识那个神秘人，也不知道怎么通关。现在时间宝贵，你不要再胡说八道，浪费我们所有人的时间了。神秘人，我不管你是谁，现在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数到10的时间，立刻打开门，放我们所有人出去，否则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你的同伙，听见没有？1、2。你疯了！快放了陈东！难道你忘了他救了我们好几次？你要恩将仇报吗？可是他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啊。陈东确实厉害的有点过分了，他不会真的是神秘人的同伙吧？高个男子说的挺像那么回事，现在怎么办？这就是人心吗？在生死面前，所谓的信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我真是被好好的上了一课。你快放了他，他绝对不是神秘人的同伙，你这样做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你一个女人懂个屁！我早就看穿了一切真相，而你们这些蠢货还被蒙在鼓里。你们醒醒吧，不要再被骗了！我来告诉你们真相吧。这一关所谓的北门，其实这小子一开始就知道是哪一扇，他只是想看我们恐惧绝望的丑态，然后再假惺惺的站出来，扮演他的救世主，来骗取我们的信任和崇拜。这点小伎俩根本骗不过我的火眼金睛。3、4，你已经严重违反了游戏规则，我劝你立刻放下武器，否则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不知死活的杂碎，他打乱了我的计划，我绝不能让他继续活下去。夜莺，去
干掉那个高个男人，但是记住，不要伤害到那个被他劫持的男人。是。哈哈哈！大家听到了吧？神秘人他急了，他威胁我放人，这就恰恰说明这小子就是他的同伙。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啊！神秘人，你再不放我们离开这里，我就立刻杀了这小子。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终生吧？哈哈哈哈哈！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可以威胁。那咱们就走着瞧。5、6，不能再等了，现在只能拼一把了。他是谁？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7。谢谢你。他一定是神秘人派来的杀手，大家快一起上，干掉他！好强的身手，他的格斗技巧完全是专业级别的。他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要帮我？该死，打不开了，是实心的墙，只有那个女人能从这里走。我们没时间了，别发呆了，快想办法怎么通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就是工匠打算做好活儿，先要把工具整得锋利好用。工具，我需要制作一个工具。我明白了。陈东，你又想到了什么？快说呀！神秘人的提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不是比喻，而是字面意思。他在告诉我们，这一关的关键就是利用书房里现有的东西，亲手制作出一个我们需要的器。器？那是什么东西？用这些东西能做出什么来？当然是指南针。指南针？没错，古人没有高科技，就利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指南针，但我们依然可以利用最基础的物理原理，制作出一个简易的指南针，来为我们找到北方。下面你们看好了，我要制作的是水浮法指南针。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个无风的静止水面。第二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漂浮的载体和一根可以被磁化的钢针。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磁化。小兄弟，你这样摩擦几下就有用了吗？当然有用，这叫摩擦起磁。钢针内部的分子磁体原本是杂乱无章的，通过朝同一个方向的反复摩擦，可以让它们排列整齐，从而使钢针暂时带上磁性。你们可千万别眨眼，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第四步，组装。最后一步，排除干扰。我们轻轻地将下面的纸片抽走。动了，它真的动了！天啊，太神奇了！这是什么原理啊？太玄乎了吧？这不玄乎，这是科学。我们制作出的这根带磁性的钢针，就相当于一个小磁铁，它在地磁场作用下会调整自己的方向，一端指向地磁北极，另一端指向地磁南极，而水面则让这根磁针可以自由旋转。我们刚才摩擦的那一头所指的方向就是北方。你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啊！
时间不多了，我们快走吧。刚才那个戴面具的女人为什么要救我？陈东，快走啊，没时间了。第7关真理之门，通关人数48人，欢迎来到第8关无尽轮回。游戏规则是，在30分钟内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路，走到迷宫终点即为通关。若是掉入陷阱，则被淘汰。为了帮助你们顺利通关，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水，祝你们好运。这鬼地方到底有多少关啊？提示是水，这跟迷宫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我们在这里游泳吗？水？难道是说正确的路线上有水迹？大家分头找找看，地上有没有湿的地方？不可能！你觉得游戏设计者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吗？我猜水是个暗号，或者代表了某种图形，这应该是个隐喻。我说，你们搁这儿开研讨会呢，时间都快没了。这么简单的谜题，有啥可讨论的？小子，你说什么简单？那你倒是说说这关怎么过？要是说不出来，我撕了你的嘴！OK， 别急嘛。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刚才的提示是水，对吧？对。大家格局要打开。你们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吧？水往低处流 ，right？ 这谁不知道啊？别卖关子了，行不行？继续说呀。你们再看。这个迷宫的整体结构，从高处俯瞰，像不像一个巨大的凹陷下去的水池？好像是有点像。恭喜你答对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巨大的水池有一个排水口，你们说它最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呢？那当然是在最低的地方，也就是最中间了。没错，所以这关的出口根本不用找。它就在这个迷宫的正中央，接下来就让我来为你们揭晓最终的答案。哎呀，你们怎么还不明白？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们，这关的出口就在迷宫的正中央。因为提示是水，而水往低处流，排水口总是在最低处，所以迷宫的出口肯定就在整个迷宫地势最低的中心点。这么简单的逻辑，难道你们想不到吗？不对，他的推理完全错误。可是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迷宫的中央就是地势最低的地方，万一这只是视觉上的错觉呢？迷宫内部的地形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美女，我承认你长得很漂亮，但有时候脑子比脸蛋更重要。实话告诉你，我的这双眼睛就是尺。接下来我就将用行动证明我的推理是100%正确的。等一下，你的推理漏洞百出，充满了主观臆断，这关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贸然行动的话，只会害死大家。哟，这不是我们的推理大神陈东吗？怎么，你有别的想法？我承认你确实有点东西，但是不多。别以为靠运气过了几关就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你能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了，而你想不到的我也想到了。陈东，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怎么赌？我们就赌这迷宫的终点到底在不在迷宫的中央。如果在，就是我赢了；如果不在，就算你赢。赌注是什么？输的人在接下来的所有关卡里都要无条件服从赢家的一切命令和安排。怎么样？你敢不敢？这下有好戏看了，这两人竟然杠上了。我觉得银发男子说的有道理，但是陈东的实力非常强，他们究竟谁对谁错，只能看最后的结果了。好，我跟你赌。你输定了。陈东，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你们都把眼睛擦亮点，给我看好了，看我怎么拿下这第8关的首通。陈东，你有信心赢吗？我当然有信心，不过我并不在乎这场赌局的输赢。我在乎的是怎么才能带着大家安全通关。神秘人说的水和这个迷宫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水往低处流，这个思路本身没错，但应用场景错了。水一定还有别的含义。这应该就是终点。陈东，你个菜鸡，等着给小爷我提鞋吧！
抓住我的手，快！差一点儿，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没了。这个陷阱真是太阴险了。你输了，这里是一条死路。我输了？你放屁！我只是运气不好，踩到了陷阱而已，这不能证明我的推理是错的。有本事你找出终点给我看看，你要是能找到，我从今以后就为你马首是瞻。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说跳楼，我绝不坐电梯。行，这可是你说的。没错，我说的。水往低处流的思路被证明是错误的，那这个水字到底还隐藏着什么别的含义？一定有我没想到的地方。只剩下10分钟了，再不想出办法，我们都得交代在这里。我等不了了，不如拼一把！小雪，你一定要活下去！没想到你竟然会怕老鼠。老鼠、迷宫。水，老鼠走迷宫，算法。我明白了。陈东，你想到办法了吗？哼，你明白了？快说说，你明白什么了？本少我洗耳恭听，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我就不信你能找到真正的迷宫出口。大家还记得提示吗？水，我们之前的思路都错了。水往低处流，这个理解太表面了。这里的水根本不是指真实的水，而是一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抽象概念。抽象概念？那是什么？它代指的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路径搜索算法——泛红算法。泛红算法，它的核心思想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像洪水一样泛滥。它会从一个起始点开始，向所有相邻的可通行的区域进行无差别的一层一层的探索和填充，就像水流一样，蔓延到每一个角落，直到覆盖整个区域，最后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迷宫的终点。听起来好复杂。我想问的是，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很简单，我现在就在手机上快速编写一个简易的泛红算法程序，然后我会把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迷宫结构手动输入到程序里。然后呢？接下来，手机会模拟水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开始蔓延的过程，它会一步步计算并填充迷宫中每一个可以到达的位置，直到找到出口，或者便利所有可达的区域，而我们只需要跟着手机给出的最优路径走就行了。我去，现场写代码走迷宫，兄弟，你这脑子是超级计算机吗？现场编程，用算法破解迷宫，这家伙他到底是什么怪物？没时间解释了，大家听我指挥。为了防止有人掉队或者走错，我们所有人手拉手，排成一条长龙。我走在最前面，前方路口向左转，下一个路口直行，右转，再左转。前面就是终点了，我们快过去。陈东大哥，我
萧天亮，愿赌服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起来吧。我们现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只有团结起来，想办法活着离开这里才是最重要的。之前的事情我早就忘了，你也不要再放在心上了。陈东大哥这气度，这胸襟，全天下能找出几个？他不但脑子聪明，人品还这么好，又这么谦虚，简直完美无瑕。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的人生偶像，我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第8关无尽轮回，通关人数41人。现在，欢迎来到第9关铁球炼狱。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躲过所有从你们头顶掉落的铁球，即为通关。若被铁球击中，则会被直接淘汰。为了帮助你们顺利通关，照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盲人。这要是被砸一下，不得直接变成肉饼啊！小心！大家冷静，提示是盲人，这肯定和盲人有关系。是不是说我们要闭上眼睛，靠听觉来判断铁球的落点？你疯了吧？闭上眼睛，那不是找死吗？铁球掉下来时声音很小，怎么判断？我看提示的意思是，这里面有盲区，有绝对安全的格子，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不行，再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我必须尽快想出办法。盲人，88个铁球，88个格子，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等等，88，这个数字好熟悉。陈东，小心！萧天亮，你撑住，你不能死，一定要坚持住。陈东，大哥，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佩服的人，我相信只有你能带领大家走出这里。这是我的手机，里面有我家的地址和我6岁儿子的照片。如果你能平安离开这里，希望你替我照顾他。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害死了他。如果我能早点想出办法，他就不会死。陈东，你别这样，这不是你的错。萧天亮，你放心去吧，我陈东对天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儿子。我必须尽快破解这一关，为了萧天亮，为了所有死去的人，也为了现在还活着的人，我绝不能再让任何人白白牺牲。88个铁球，88个格子，这些格子并不是纯粹的黑白相间排列，而是我数一下，1、2、3、4、5、
6、7个白格子，中间穿插着5个黑格子，7白5黑。等等，这个排列方式，我知道这些铁球掉落的规律了。这些铁球掉落到底有什么规律？大家看脚下的格子，一共88个，它们的排列不是随机的，而是严格按照7白5黑的规律循环排列。现在再回想一下提示盲人，一个盲人88个按7白5黑规律排列的按键，你们想到了什么？是钢琴。我们脚下的这88个格子，就代表着现代钢琴上的88个琴键，而每次铁球掉落的位置，就对应着一首钢琴曲中需要按下的那个琴键。这个游戏就像我们以前在手机上玩过的那些音乐节奏游戏，比如钢琴大师。钢琴大师？天啊！把音乐节奏游戏变成真人版的大逃杀，这个游戏的设计者简直是个变态。可是，就算我们知道了这是钢琴曲，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首啊。这首钢琴曲的名字，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是二胡曲，这首曲子是华夏的盲人代表作。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在无尽的黑暗和苦难中，用心灵创造出了这首闻名中外的天籁之音，这完美的契合了盲人这个提示。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找到这首曲子的钢琴曲谱，就能提前预判出每一个铁球掉落的位置。我的手机里好像下载过现代音乐的电子曲谱，我找找看。找到了，我找到了这首曲子的钢琴谱。好，现在所有人听我指挥，我来报数。我说到哪个数字，你们就立刻离开该数字对应的格子，动作一定要快，分秒不能耽误。好，55、16、65。真的有用耶！陈东太厉害了。53、21。恭喜玩家第9关铁球炼狱通关！太好了，我们活下来了。萧天亮，谢谢你。第9关铁球炼狱通关人数35人，欢迎来到第10关猛虎囚笼。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你们只要能活下去即可通关。为了帮助你们顺利通关，我照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同性相吸。天啊，是老虎！这帮畜生看起来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不会被他们吃掉吧？快想想办法！提示是同性相吸，这跟老虎有什么关系？难道让我们跟老虎亲一个，用爱来感化老虎吗？别开玩笑了，这提示肯定有别的意思。同性相吸，物理学里说的是磁铁的 N 极和 N 极 ，S 极和 S 极会互相排斥。不对，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才对。提示说错了。完了完了，连提示都是错的，这关死定了。我不想死，我不想被吃掉，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不能死啊！都让一让。
这大爷要干嘛？不会是想去跟老虎单挑吧？我今年已经60有8了，活了这大把年纪也够本了。这身子骨到处都是毛病，一身的伤病，也没什么奔头了。你们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好好的活下去。大爷，不要去！大爷回来，快回来啊！你会死的。不行，我必须尽快想到办法，我绝不能让这位老人家白白牺牲。来吧，小家伙们，吃了我这把老骨头，就别再为难那些孩子们了。孩子，别哭了，老头子都去了，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现在该我这老婆子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做点贡献了。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活下去。奶奶，快回来！陈东，你想到办法了吗？我们快没有时间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吃掉的。我还没有完全理解那个提示的意思。同性相吸，同性相吸，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想到答案的。提示肯定是错的，什么同性相吸，听都没听过。完了，这次真的死定了，两位老人要白白牺牲了。兄弟，看来今天咱俩要交代在这儿了，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好，我们能多救一个是一个。等一下，再等我2分钟。冷静，一定要冷静。他的提示绝对不会是无的放矢。同性相吸，物理上指的是磁铁，可是这里根本没有磁铁，也没有任何金属制品可以被磁化。难道是引申义？同性拥有相同特质的东西会互相吸引，这个特质是什么？性别、年龄、衣着？不对，都不对，这些都太主观了，一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可以被量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呢？应该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这些方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难道同性相吸？我找到答案了。太好了，答案是什么？快说啊！陈东，提示说的同性相吸，我们又理解错了。它指的根本不是磁铁，也不是什么人生哲理。那是什么呀？这一关的答案，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玩过的一款游戏——消消乐。啊！消消乐，这跟老虎有什么关系？你别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你们看，我们脚下这些颜色相同的方块，就相当于游戏里那些相同颜色的小动物或者糖果。而同性相吸的真正含义是将2个颜色相同的方块放在一起，它们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在一起，然后触发消除效果。而每当我们成功消除一对同色方块，拴着老虎的铁链就会向后收缩。只要我们在规定时间内将地上所有的方块全部消除，这些老虎就会被彻底关回笼子里，我们就能通关了。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些方块怎么软绵绵的？这脑洞也太大了。我去，玩个游戏还要懂物理、懂编程，现在连消消乐都要会玩，这游戏设计者到底是什么人啊？陈东，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这里的方块这么多，颜色这么杂，我们一个个去找，一个个去搬，效率太低了，时间根本来不及。
没错，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所有人都把自己脚下或者离自己最近的方块颜色大声报出来，这样拥有相同颜色方块的玩家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彼此，快速完成匹配。团结就是力量，时间就是生命。陈东说的对，我们现在立刻行动吧！大家还在犹豫什么？都动起来啊！我这里是红色，谁有红色？我这里有红色，快拿过来！畜生，休得伤人！张笑笑，小心！我去，我没看错吧？张笑笑他一个人干掉了一只老虎。张笑笑，你也太强了吧！张笑笑，武松也没你这么猛啊！别发呆了，快，继续消除方块。陈东，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对呀，陈东，你就是我们的救世主。还有张笑笑，要不是他一人干掉了一只猛虎，我们都玩完了。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为了我们能活下去而主动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没有他们用生命为我们争取到的宝贵时间，我们都会死在这里。陈东说的没错。第10关猛虎囚笼，通关人数28人。欢迎各位来到第11关步步惊心。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通过眼前的这片白色沼泽，然后成功到达对面的终点即为通关，否则将被淘汰。为了帮助你们顺利通关，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提示：以刚克柔，祝你们好运。这什么东西啊？闻起来好恶心，像是变质的牛奶。不就是个泥潭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直接趟过去！救命！救命啊！我来救你！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人一上去就沉下去了？太可怕了！提示是以刚克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们用坚硬的东西铺在上面走过去？可是这里连块木板都没有啊！以刚克柔，这句成语的意思是用强硬的手段去克服柔弱的对手。但是在这里，柔弱的明显是这片液体，我们才是刚。难道是让我们用强硬的方式通过这里？不行啊，根本没有可以固定的地方。太滑了，完全过不去。去死吧，这该死的游戏！天，这是什么情况？石头被弹开了，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陈东，你又知道谜底了，快说啊！陈东，你想到通关的办法了？大家还记得提示吗？以刚克柔，再结合刚才石头被弹开的现象，我终于知道我们眼前的这片白色液体到底是什么了。
这种物质在物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非牛顿流体。最常见的非牛顿流体就是我们用淀粉和水混合而成的东西。非牛顿流体，好奇怪的名字。非牛顿流体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物理特性，叫做剪切增稠。简单来说就是，你对它施加的作用力越小，速度越慢，它就越像液体，非常柔软。刚才那2个玩家就是因为缓慢地走进去，所以像掉进水里一样沉下去了。这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一旦你对非牛顿流体施加快速而又强大的冲击力，它的粘度就会在瞬间急剧增加，变得像固体一样坚硬。刚才我们用力扔出的石头，就是因为速度够快，力量够大，所以才会被它坚硬的表面给弹开。剪切增稠非牛顿流体，天啊，玩这游戏还要懂得这么多东西啊！我明白了，以刚克柔的真正含义，就是让我们用刚猛的、充满力量的方式去克制这种看似柔弱的流体。张笑笑，你的回答完全正确。我们知道了这个特性，又该怎么利用它来通过这片沼泽呢？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特性，那么通关的方法就很简单了。我们不能走，只能跑。跑？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要跑着通过这里？没错，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奔跑着通过这片沼泽，因为只有奔跑时，我们的脚掌才会对流体表面产生足够快速和强大的冲击力，从而触发它的硬化效应，让它瞬间变得像水泥地一样坚硬，足以支撑我们的体重。大家一定要记住，在通过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停顿。一旦你的速度慢下来，或者停在原地，你就会立刻失去流体的支撑，像之前那2个人一样，直接沉下去。所以，我们必须一口气用100米冲刺的速度，直接冲到对面去。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要在上面疯狂的奔跑、跳跃，只要给予流体足够大的冲击力，我们就能像在平地上一样安全。张笑笑，恭喜你答对了，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别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哎呦喂，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听起来好好玩哦。既然大家都明白了，那就让人家来给你们做第一个榜样，打个头阵吧。那你可要小心点，速度一定要快。放心吧，我心中有数。你们可看好了，我要出发了。成功了！我过来了，你们也快过来吧。哇，没想到用陈东说的方法，真的可以通过这非牛顿流体。哦耶，简直太神奇了！我们也赶紧过去吧。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慌，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一个一个来，保持好距离，千万不要挤在一起。我先来。你先来吧，女士优先。我在对面等你。这是什么速度？也太离谱了吧！她不去参加奥运会女子100米赛跑，真是屈才了。这个女人简直恐怖如斯啊！陈东，你快过来呀！陈东，你真是我们的神，没有你，我们早就团灭了。是啊，陈东，你就是文曲星下凡，行走的百科全书。大家安静，情况有点不对，我们可能还没有通关。怎么会？我们不是已经到达终点了吗？第一个冲过来的托尼呢？他去哪了？你们有谁看到他了吗？奇怪，开始还看到他在这里的。是啊，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我们继续往前走，真正的终点可能还在前面。托尼，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们一直在找你。托尼，你手里拿着剪刀，想干嘛？我想干嘛？呵呵，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你想害死我们吗？托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疯了吗？哈哈哈哈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呵呵，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想让你们永远也过不来。托尼，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跟我一起分享那1个亿的奖金，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泼天的富贵，注定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才应该是这里唯一的幸存者，唯一的赢家。不服的话，你们飞过来打我呀！时间只剩下4分钟了，现在怎么办？都怪托尼那个混蛋家伙，让我抓住他，我一定亲手将他碎尸万段。完了，彻底完了，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眼看就要过关了，谁知竟然功亏一篑。过河拆桥，这家伙真是把人性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相信游戏设计者不可能设置一个必死的局，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有。这里至少有上百米高吧，掉下去肯定会摔成肉泥的。我们又不会飞，怎么过去啊？我们都被那个天杀的托尼害死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原来他才是最阴险狡诈的小人，我当初怎么会觉得他只是有点娘娘腔而已？以刚克柔这个提示就是整个第11关的通关密码。通过沼泽，我们用的是刚，是速度和力量。那么现在面对这个深渊，难道我靠！怎么会这样？果然如此。真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11关的提示是以刚克柔，其实是一个双关谜题，它包含了2种通关方式。通过沼泽，我们用的是以刚克柔，用强硬的冲击力去克制柔软的流体。但是现在面对这个深渊，我们需要反过来思考，用以柔克刚。这个深渊的底部根本不是坚硬的地面，而是一个巨大的由高强度弹簧和柔性材料制成的超级蹦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当我们从这里跳下去时，我们下落过程中积累的重力势能会转化为动能。当我们接触到蹦床时，动能又会转化为蹦床的弹性势能，然后蹦床会将储存的弹性势能再次释放，转化为动能，将我们向上弹起，最后动能再转化为重力势能，把我们送到足够的高度。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从这里勇敢地跳下去，就能被底部的蹦床反弹到对岸。你的意思是，我们这里直接跳下去就能反弹到对岸？没错。下面是蹦床，我的天，这设计也太厉害了！托尼，你这个畜生，你给我等着！我过去不把你撕成碎片，我就跟你姓！你这个畜生，人渣！我要把你那张脸抓花！现在终于到了我们报仇的时候了。兄弟们，我先打头阵。哈哈哈！我过来了，兄弟们快跳啊！爽死了！求你们别过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抽死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让你过河拆桥，让你背刺我们，现在让你尝尝我拳头的厉害。就这么打死他，太便宜他了。我建议把他绑起来，从这里扔下去，让他也尝尝我们刚才的绝望，让他自生自灭。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我知道错了，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吧。第11关，步步惊心，通关人数12人。欢迎来到第12关，也是最后一关——真理之路。游戏规则：在30分钟内通过眼前的走廊拿到对面的箱子即为通关。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拿到箱子，所有玩家都将被淘汰。这是最后一关，
考验的是你们的综合能力，所以没有提示。成功通关的人将获得1亿的现金奖励，祝你们好运！终于到最后一关了，兄弟们，1个亿就在眼前，冲啊！只要拿到那个箱子，我们就发财了。陈东，马上就要通关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不太正常啊！我感觉这关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你想想，这可是最后一关。按照游戏难度递增的规律，这一关的难度必定是前面所有关卡加起来都比不上的。可是现在，这条走廊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以看见的危险，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反常吗？说的也是，确实有点反常。看不见的危险才是最危险的。在没有弄清楚状况之前，我选择原地不动，耐心观察。还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前面11关都有提示，偏偏这最后一关没有？是游戏设计者设下的陷阱，还是他根本不希望我们通过这关？那个神秘人，他到底是谁？他举办这个死亡游戏，真的只是为了取乐吗？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小心！好像有陷阱。刚才那个人肯定是运气不好，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什么机关。我们只要绕开他倒下的地方，小心一点，应该就没事了。没错，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不能在这里干等着，我们尽量踩着前面人走过的脚印走，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触碰到新的陷阱了。现在怎么办？谁来救救我们？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条走廊布满了看不见的死亡陷阱，一旦移动就会触发机关，引来子弹。可是这些陷阱到底是什么？它们被设置在什么地方？是地板吗？还是……陈东，现在我们只能靠你了。我相信只有你才有可能带领我们通过这里。那个神秘人，他故意不给提示，就是想让我们在最后关头因为1个亿的诱惑而失去理智，掉入陷阱而死，然后全军覆没吗？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墨镜，等等。原来是红外线触发的机关，可是红外线是肉眼不可见光，普通的墨镜根本不可能看得到，那只是电影效果罢了。我需要一个工具，一个能让我看见红外线的工具。我要怎么才能看到它们呢？我老婆得了尿毒症，每周都要透析，家里早就被掏空了。我来参加这个游戏，就是为了给她赚救命钱，哪怕是死，我也不能放弃。我弟弟考上了大学，可是家里交不起学费。我答应他，一定会让他上大学的。就差一点，就能实现这个梦想了。姑娘，别怕，就算是死，我们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我们来测试一下。我猜只要我们趴在地上爬过去，应该就能躲开这些机关。有道理，我来试试。
手机、摄像头。等一下，大家都站在原地，不要动。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验证一样东西。陈东，你在干什么？果然和我想的一样，我知道怎么过关了。陈东，你又知道通关方法了？快说说吧，我就知道你能想到办法的。陈东，快告诉我们答案吧。你们看我的手机，这些红外线就是可以触发机关的陷阱。我的天，这些红外线也太密集了吧！好奇怪，为什么你的手机能看见他们？刚才那些人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他们在移动时，身体无意中切断了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从而触发了墙壁里的传感器，导致机关枪开火。原来是这样啊！这下我们有救了。手机摄像头本身是能感知到红外线的，但这块红外截止滤光片会把红外线挡住，所以我们平时看不到。我把红外截止滤光片拿掉后，就能看见这些肉眼不可见的红外线了。而我们之所以能通过手机看到它们，原理很简单。大部分手机的摄像头传感器为了成像效果，在出厂时都会加装一块红外截止滤光片，用来过滤掉环境中的红外光。我刚才做的就是用物理手段把这层滤光片给移除了。这样一来，我的手机摄像头就恢复了它感知红外线的能力。陈东，你这脑子里面装的是超级电脑吗？怎么什么都知道？陈东，你真棒！没时间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你们也按照我刚才的方法，把你们手机的红外滤光片拆掉。快，我们赶紧动手，没时间了。我的手机怎么拆啊？急死我了！大家别急，我来教你们怎么拆手机，我这里有工具。真的看见了，太神奇了！陈东，你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原来这些红外线就是这一关的陷阱，可不能再碰到它们了。大家慢慢来，一步都不要走错。我先来，身体压低，从这条线的下面钻过去。小心！谢谢你，刚才要不是你救我，不用谢，我可不想你死在这里。哎呀，这里有个按钮，别碰！我不小心碰上了，不会触发了什么机关了吧？原来这个是红外线总开关的复位按钮，吓死我了，还以为又是什么陷阱，还好没事。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事，我们已经安全了。快打开箱子，看看这箱子里面究竟有什么。太激动了，我手都在发抖。恭喜你们，成功通过所有关卡，你们的表现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恭喜你们5位成功通过了全部12道关卡，你们的智慧和勇气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现在你们只需要把那个箱子完好无损地交到我的手里，我承诺过的1个亿现金就会立刻兑现，你们不用争抢，人人有份哦。不行，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万一我们把箱子给了你，你翻脸不认人怎么办？空口无凭。我提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才公平。没错，先让我们看到钱，否则我们是不会把箱子给你的。哈哈哈，真有意思，你竟敢跟我谈条件。不过，这位小兄弟，你的提议倒是很合理，没问题，我这就满足你的要求。
发财了，这下真的发财了。有了这1亿，豪车、别墅、美女，我全都要，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哈哈哈！钱呢？你们想干什么？开枪！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不敢跟我谈条件，真是找死！现在轮到你们了，若你们乖乖把箱子给我，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放你们一条生路；否则，你们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选吧。大哥，没必要把气氛弄得这么紧张吧？我们把箱子给你就是了。现在怎么办？不要怕，没事的，见机行事。那个大哥，这箱子上面好像有按钮，需要我按下按钮打开箱子吗？小伙子，废话真多，不用你打开，你只需要把箱子给我就行。快点，别耍什么花招。你们都该死！这怎么可能？哈哈哈，蠢货！小子，你很聪明，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人。不要夸奖我，我会骄傲的。你想知道真相吗？当然想。好，看在你即将是个死人的份上，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毕竟你有这个资格知道真相。那我就洗耳恭听了。我费尽心机让你们来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因为这里是一个超级大富豪留下的秘密宝藏基地。他在这里设计了这12个关卡，只有全部通过12个关卡的人才能得到那个箱子，也就是打开最终宝藏密室的黄金钥匙。所以你举办这个死亡游戏，就是为了让我们替你闯关拿到钥匙？没错，我花了整整10年时间，用尽了各种办法，也仅仅是通过了前面的11关，但这最后一关，无论我怎么尝试，都无法破解。10年都无法破解吗？对的，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组织这场恶魔游戏，从全国召集那些被逼到绝路、有勇有谋的人，就是想借用你们的智慧，集思广益，替我通过这最后一关，拿到那把黄金钥匙，打开地下的藏宝密室，得到里面那富可敌国的100亿财产。所以你在第12关才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因为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通关。你说的太对了，的确是个聪明人。好了，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全部真相。现在你可以安心的去死了。举起手来，不许动，否则我真的开枪了。
你是18年前那个保护大富豪周万山的保镖独眼龙？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我。没错，我就是那个被媒体吹捧为忠心护主的英雄保镖。既然你是救了大富豪周万山的英雄，那你为什么要设下这个局，谋夺他的财产？英雄？去他的狗屁英雄！18年前，在那场鸿门宴上，我为了保护他周万山，拼了命，挨了10几刀，瞎了一只眼。若不是我，当年周万山的坟头草都几米高了。可事后呢？他把我叫到病床前，扔给我一张支票，冷冰冰地说：“我们两不相欠了，让我滚。”原来是这样。我为他这么卖命，差点死了，换来的就是两不相欠。他把我当成什么了？一条用完就扔的狗吗？所以你就怀恨在心，决定报复他。没错，从那天起，我就发誓，把周万山给我的耻辱，我一定要加倍奉还。他欠我的，我要连本带利的拿回来。后来我得知他将自己毕生的财富都藏在了这个秘密基地里，于是我偷偷潜入这里，希望可以拿走属于我的一切。可没想到这最后一关，我花了10年都过不去。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恶魔游戏的计划，找来我以前的兄弟，设下了这个局。我本以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栽在了你这个毛头小子的手里，真是天意弄人。当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其实，我感觉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保镖阿强。我知道他一定很恨我，恨我当年那么无情的把他赶走。但是我那么做其实是为了保护阿强。当年我的对手心狠手辣，他们把阿强视为我的左膀右臂，一心想除掉他。我如果继续把阿强留在身边，他们绝对不会放过阿强。我只有故意和他切割关系，让他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才能保住他的命。这些年，我一直派人暗中帮助阿强，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让他下半辈子吃穿不愁。我做的一切，只是想弥补我对阿强的亏欠。阿强，动手前，只想问一句：你知道你即将要杀的人是谁吗？是救了你命的人呐！你这是恩将仇报。救我？你当年把我当狗一样赶走，也配说救我？我等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今天，为了亲手杀了你。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救的，你要杀我也是应该的。只求你告诉我，我的女儿呢？我当年那个可怜的女儿，她还活着吗？你告诉我。周万山，你的女儿，她早就已经死了，是我亲手杀死她的。你开枪吧，我要去下面与我的女儿团聚了。那我成全你。不好，他要自杀。不要，爸爸。没救了，是剧毒的氰化钾，他已经死了。我这一生商场得意，却无儿无女，唯一的继承人，我那可怜的女儿，也在18年前意外走失，至今杳无音信。我决定将我名下所有的上百亿资产，全部留给那个能够凭借智慧和勇健通过全部12道关卡的人。希望你能用这笔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如果还有来生，我一定好好的爱你。对了，这个藏宝密室的密码就是你的生日。别难过了。
正确。啊！我们发财了。按照周先生的遗愿，这笔财富应该属于我们所有通关者。我建议我们4个人平分这笔财产，大家有意见吗？没意见。朴实无华的生活，真舒服啊！这样你就满足了？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杨恶魔，你可以称呼我为黑山羊。恶魔？没错，我们观察你已经很久了，从你上船开始，直到你最后赢下游戏，我们一直都在看着你。你想表达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吗？那么就省去前面的步骤吧。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接下来我邀请你参与一场真正的游戏。真正的游戏？周万山商场得意，可你有没有想过，他凭什么得意？你的意思是，周万山也参与了你们的游戏？他参与游戏，并赢下了这一大笔钱。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周万山赚的钱几乎都是他借来的，而这份借据是有期限的。今天正好是到期的时间，而我就是来收回这一切的。你穿的、你住的，甚至连你母亲的豪华医院单间都在需要收回的范畴。卑鄙！所以我问你，是否愿意参与这场游戏？赢下，你就可以保留现在的一切；输掉，你将一无所有。可以，我同意参与你们的游戏。聪明人。那接下来要我怎么做？什么都不用做。欢迎来到真正的恶魔游戏。陈东先生，请您站好，乱走的话我会很困扰的。莫名其妙的能力将我拉到了这个地方，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前，还是先听一下他的话比较好。那么就由我宣布本场游戏的规则吧。我依然担任本场游戏的裁判，保证绝对的公正。这位陈东先生是我特地邀请过来的挑战者。规则很简单，2名选手互相提问，谁能答出对面的问题，谁就能获得胜利。提问必须基于常识、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范畴。赢一场得1分，3局2胜，平局则加赛。那么，有谁敢上来和我们的新人玩一玩？既然没有人，那就让我来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松，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人赌命。赌命？真是难得，竟然有人赌命。那么你同意和他赌命吗？我现在什么规矩都不知道，就直接让我赌命？可不赌命，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同意和他赌命。那么游戏开始，第1题，因为陈东是挑战者，所以陈东先问。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来问。既然如此，我这里现在有1枚硬币，你猜是在左手还是右手？概率题，小孩子才玩的把戏。我猜你这个手没有硬币。很抱歉，回答错误。
那么现在到我问了，1分钟内告诉我这里现在有多少人？友情提示，他们也算在内哦。 1分钟计时，开始。这里人太多了，起码有上百人，1分钟之内想数清楚根本不可能，除非这里只有2个人，我和他，其他人都戴了动物头套，不算人。很抱歉，回答错误。在场的人虽然都戴了头套，但他们都是人。蠢，自以为是的蠢货，竟然答错了，那只能一个个去数了。可是这么多人，我要怎么数得过来？时间到，陈东先生，请告诉我答案吧。我回答不上来。废物，这么简单的题都答不上来，这道题你也答不上来吧？让我来告诉你吧，这里的所有人数量是179人。我之前是观众，能提前得知到场人数。这不公平！居然敢说不公平！恶魔游戏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靠自己争取的，要想真正的公平，那就赢下我，成为坐在那里的一员。两边都是1比1，下一个问题就要定胜负了。那么接下来轮到我提问了，请便。我预测你接下来的回答会是否，对吗？如果我接下来回答对，那这道题就算我输了。可是如果我回答否，说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我一样是输。黄松先生，请您回答问题吧。我答不上来。那么根据规则，你的生命被作为赌注收走了。以戏弄生命为乐，真是恶魔的游戏，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让我们恭喜陈东加入恶魔游戏，成为我们的一员。不用太放在心上，恶魔游戏里赌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死掉只能算他活该。这是这儿的规矩，你杀掉了黄松，他的身份自然归你所有。就像这样。当然，恭喜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请坐吧。你已经向大家完成了一场游戏，证明了你自己。接下来是其他人的游戏环节了。我还没玩尽兴，可以继续玩吗？真是太精彩了！他竟然说自己还没玩够。陈东，你真是天生适合我们。作为取悦我们的奖励，你可以选择这个场地的任何人作为你的对手。任何人？任何。那我选择你，黑山羊，可以吗？选我？没错，我要和你赌命。那么，你想怎么玩？我看你有左轮，既然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吧。我们来玩俄罗斯转盘。检查一下吧。如今枪在我的手里，若是我直接开枪，是不是就能直接结束这场游戏？不许动！现在枪在我手里，你们有什么好笑的？开枪吧！你已经开过一枪，接下来到我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如你所见，我是恶魔，恶魔游戏的主持人兼裁判。你这个伤势快死了，你输了。但我还活着，真是有趣。既然如此，
那就让赌局继续吧。那我直接这样，没问题吧？请便。你这个怪物！左轮手枪有6发子弹，刚刚已经用掉3发。现在还剩2发。你说，你会死吗？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就是你们这种绝望的眼神。咱们规则是一人吃1发子弹，对吧？谁开枪都无所谓。目前看来是这样的。我想附加一个条件，可以吗？什么？我会对着自己连开4枪，如果我没死，我想你死。绕开武器直接赌生死，你真是个疯子。谁说不是呢？为什么一定想要我的命？我只是不想被你们如此玩弄。没有我们，也会有其他恶魔。即便我死了，也会有新的恶魔从他们之中站起来。那就是之后的事情了。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请开枪吧。看看是你死还是我死。看来是我赢了。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恭喜你获胜。想知道恶魔游戏的真正意义吗？什么？超过生死，杀死恶魔，成为恶魔。不，绝对不行！恭喜你，陈东，你是新的恶魔了。